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建真。今天是2023年1月30号星期一，今天要来修理这个蛙式底盘。那我已经把它分解了，因为已经做坏掉了。那原本我想说，蛙式底盘应该算是蛮耐用的一个办公椅的底盘，做没有多久它就断掉了。因为对我来讲，如果连蛙式底盘都撑不住的话，再买其他的底盘也是一样的，它的耐用性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今天才想说尝试来修理看看。那这个都牵扯到电焊的部分。那我现在的想法就是先把变形的地方稍微把它夹回原形，然后看看内部能不能够做一点点的加强，然后再用电焊的方式把它焊回去。那这样子就可以不用一直买新的。那接下来我就是先把一些变形的地方先把它夹回原形啊。另外一边这边，因为它这个没办法拔下来，它里面都是用焊接的，所以比较麻烦一点。那目前这样子看起来应该是可以把它夹回去，然后变形的坏掉的地方，可能我们这边后续再给它做一点加强。这个铁柱这边是用电焊粘住的，你要拆下来，这边的焊点要把它清掉。那我里面这边可能要先做一点点加强，因为坏掉的是旁边还有里面这边，所以里面这边是肯定要重做的啦。OK， 那我先把这边焊起来吧。今天是2023年1月31号星期二。昨天我已经将焊点把它磨掉，然后整个就可以拔出来了。就这样子，这个还是要把它拔起来，我们后续要做焊接才会比较好焊接。我昨天看了一下，如果要加强的话，可能它整体的设计比较不好加强，所以我现在考虑就是除了这边它原先的焊接点焊接起来以后，其他的点我也要全部把它做一个焊接。比如说这个比较容易裂掉的地方，就是把它加强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是进行焊接。今天是2023年2月1号星期三，今天已经将底架焊接好了。这次焊接起来我是觉得还不错啦，我是觉得焊接功力好像有一点点进步了，至少不会焊得很难看。接下来我们就是把比较厚的地方把它磨掉因为没有磨掉的话装不上去。那这边磨好以后，我稍微看一下，整个焊接是有吃进去的，那就代表我这次的焊接是蛮成功的。我们把旁边这两边磨掉以后，我们就可以试着安装看看。那我先装看看能不能装上去，初步把它装上去，看了一下，只有这一边稍微比较厚一点，所以我把上面这一个部分稍微磨掉一点点。目前看起来已经都有多余的空间跑出来了，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拆掉这个的时候，我这边有做一个钻孔的记号，后续依照这个钻孔的部位，然后再把它焊接上去。那理论上这一个应该就可以修理好了。后来又看到这几个部位它焊接点非常少，所以我打算再把这边补强一点点焊接的部分，就是把它做个整个坚固一点啊。要让到时候这边好了，结果那边又坏掉了。那我接下来完成其他的焊接点。今天是2023年2月2号星期四，初步已经将所有的地方都加强了，像旁边这边，最后装上去测试看看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没有问题的话，最后就是将这两个焊点焊起来，那它就可以保有一定的弹性，大致上是这样子啊。那油漆的部分，你要油漆也可以的，那不油漆也没关系因为电焊的功夫没有那么好，所以不敢说先将它进行油漆，因为怕日后如果还有断掉的话，那还要再重新做一次，会比较麻烦。所以现在就是先这样子，最后完成这两个焊点就可以了。那这边都焊接好了，难看一点不过没关系。这边也接上去了，最后我们就是把这一根六角柱装回去，终于把它敲进去了。我的方法比较简单一点，因为它是六角的嘛，我是把前面这边稍微磨圆一点点，然后将它卡进去，然后直接用敲的测试一下。那目前看起来是 OK 了那最后再把这一块装上去。那这一块要装，我们就要靠这个了，稍微把它夹下来一点点，把它放进去。OK， 那这样应该就 OK 了啦。
哎呦，那它的压力这样子设计起来还是蛮大的，难怪它这边比较容易断掉。整体安装好以后，这边有一个套子要把它装回去。最后我们就是来量一下左右两边的高度会不会差很多。那这边量出来大概是11.2，那这边的话是大概也是11.2，那代表我们前面在对这个坏掉的地方焊接的时候是正确的，没有做错。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做好以后它的坚固性如何，还有它的压力怎么样。OK。那目前看起来应该都是正常的了，这边确定没有问题了，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保护套给它装上去。这是收到的第二组，跟我维修的那一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已经知道说它会有断裂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将这一个拆下来，然后换上我们维修好的那一个。一方面也是为了测试啊。拆下来以后，我们将这边的一些零件换过来这一边，因为都是一样的东西了。所以可以直接对调。那这一个零件它就是一个挡片，要把挡片拆下来，这一个就可以抽出来了。那抽出来，我们直接把它换过去。那目前看起来是可以正常使用的。那接下来把卡扣装上去，好，这样就可以了。这一个新的目前看起来还算正常啊，另外一个就留着做备用。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装上去，就这样子而已。那我这一篇例行底盘电焊维修的分享文章就分享到这边为止。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敬请订阅和分享，谢谢。